房间里躺着一具女性尸体。尸检报告显示，女孩是被溺死的，但她全身上下并没有发现任何水渍。究竟是何人向女孩痛下杀手，又如何完成了一场不可能实现的溺水血案呢？大家好，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拉塞偏偏。今天咱们就选个老坑开填，由一代经典网剧毛片原班人马打造，被无数粉丝催更的都市志怪网剧《异物志》。为啥说是老坑呢？因为《异物志》虽然是2022年上线，但早在2017年3月就杀青了，18年就已经完成了全部制作。剧中的部分服化妆造以及特效和台词可能会显得有点过时，但我相信剧中突破天际的脑洞、有趣的情节、缜密的逻辑，完全可以弥补其不足。废话不多说，咱们正式进入《异物志》的第一回：天外客灵物乍现引争斗，无盐水密室惊涛造冤魂。故事还要从1年前的一场凶案说起。咱们的主角时间带着女友舒雨和小伙伴陆平来了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到了目的地，时间犹如当代年轻人旅行一样，一乘马飞出2000公里，只为找个幽静的海绵别墅斗地主。这里科普一下三人的人设，他们都是上过少年班的天才精英。就在几个人聊天扯淡的时候，窗外突然燃起烟花，想必是有人打算求婚。舒雨见状一阵狂喜，时间却表示这得是什么土鳖才能想出烟花求婚这么老套的操作。你以为时间是在吐槽，没想到是把狗骗进来杀。结果求婚求到一半，烟花突然灭了，可给时间气够呛。老子可是花了10几万买的烟花服务，拽着陆平就要找酒店理论。酒店表示烟花莫名其妙进水，这才放到一半就灭了。而就在双方争执不休的时候，楼上突然传来惨叫，时间陆平顿感不妙，上楼查看，客厅大门紧锁。来不及思考的陆平一脚踹开大门，发现刚刚还在等待求婚的舒雨，现在竟然已经死在这座密闭的客厅里。舒雨的身上没有外伤，现场也没有打斗痕迹，基本可以排除他杀的嫌疑。至于舒雨的死因，报告中写道是液体堵塞呼吸道及肺泡造成的体内缺氧，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溺死。但当时时间和陆平进入案发现场时，舒雨身上明明是干的，身边也没有任何水的痕迹，连水都没见到，竟然被判定为溺死，时间完全无法接受。他不停追问法医，但得到的回复只有一句：这世上有许多事情是现有科学解释不通的。恋人死的不明不白，给时间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但法医的那句世界上很多东西无法用科学解释，还是深深印在了时间的脑海里。于是他辞去了原本的工作，开了一家名叫万能小哥的公司，专门接单调查各种牛鬼蛇神，只为借工作机会调查舒雨的死因，并揪出幕后的凶手。可惜时间平时能接到的单子也就是调查一下深夜出租车乘客神秘失踪案，调查3个月之后得出结论是乘客压根儿就没上车。还有小区附近突现神秘臭味，结果调查发现是药厂排污。天天接这种走进科学能赔8级的大买卖，时间的公司不说是日进斗金，起码也算是家徒四壁。折腾了1年之后，公司办公室被房东用石膏板回收走了一半，手下员工多达1人，这便是公司合伙人兼商务总监兼公司保洁的大姐。对了，大姐在本子中的大名就叫大姐。虽然时间入不敷出，不仅拖欠她的工资，还借高利贷装修办公室，但大姐一直不离不弃，甚至还到处帮时间接单。结果时间对大姐送来的找猫找狗通马桶的订单完全不感兴趣。见时间如此眼高手低，大姐被彻底激怒，愤然罢工。你干嘛去呀？你哎呀！大姐懒得听时间废话，结果电瓶车又要走，双方争夺车钥匙的时候，手一滑，钥匙直接掉进了下水道。时间随手从旧物堆里找出一只破音箱，拆出吸铁石，准备帮大姐勾钥匙。等收杆的时候，发现除了大姐的钥匙之外，还有一把造型非常别致的老钥匙。时间也没多想，随手就把钥匙揣进了兜里。经过这么一通折腾，大姐的气也消了大半。最后跟时间约法3章，让他别再眼高手低，安心接活挣钱。却在时间兢兢业业发传单的时候，一旁楼上突然传来一阵骚动。在定睛观瞧，原来是一群西装哥上门逼债，而欠债的老赖也是狠人，领着一片兄弟抄着家伙，要从物理层面展示一下什么叫凭本事借的钱为什么要还。逼债团这边突然飞出一个黑影，一手平沙落雁击退众人，又单臂回旋踢接夺命剪刀脚，最后鲤鱼打挺配鹞子翻身，点赞投币收藏3连拳法，彻底杀死比赛。楼道里的时间定睛一看，这不是小伙伴陆平吗？打完收工的陆平也看到了时间，他将时间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当然，时间欠他们公司的高利贷快到期了，这个过不去。时间发完传单回到公司，准备跟甲方约在台球厅结款。
时间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看向了早上捡到的钥匙，并再次把钥匙插进锁芯，心中默念：我要回公司。开门一看，果然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看来这似乎是一把能开启任意门的钥匙。想逛酒吧，打开门就是酒吧。看到曼谷旅游的广告，开扇门就到了泰国。短时间内，进可随时逛名山大川，退可超市零元购，凡是有门的地方，动动念头就能到。玩归玩，闹归闹。等旅游的新鲜劲儿过去，看着见面的小情侣，时间又一次想到了女友之死，于是他又一次回到了案发现场。那一夜发生的事也再次浮现在时间眼前。时间暂停这次白嫖之旅，转而回到公司。可一进公司，时间就感觉气氛不对。平常泼辣的大姐，今天却格外温柔贤淑，甚至还帮时间带了豆浆早点。时间不动声色坐好，喝了一口豆浆，随后大喊：“豆浆变质了！”大姐没多想，拿起豆浆也尝了一口，没坏啊。时间也不接茬，而是给大姐讲起了小红帽和老外婆的故事。大姐一听，脸色大变，刚想站起来，却感到脚下一软。原来就在刚刚，时间意识到这个大姐有问题，偷偷调换了豆浆。大姐被吓有麻烦，没想到一阵光影闪过，刚刚还是中年妇女的大姐，突然变成了年轻貌美的大妹子。时间瞬间明白了，大姐在豆浆里下了 APTX4869。大姐肯定被人调包了。时间正琢磨呢，门外突然又进了一个大姐。时间连忙抄起球棍，躲在门后，趁机不被一发背刺，给大姐打出硬直。大姐趁机翘班，让时间有点不爽。但救走了大姐之后，倒也方便审讯这个刚俘虏的大妹子。他熟练地把大妹子捆好，并用任意门把她带到一座海边悬崖上。姑娘倒也痛快，直接跟时间和盘托出。民国年间，世界上突然出现了很多奇怪的法宝，它们长成日用品的样子，却蕴含着极其强大的法力。这种法力高强的东西被称之为物件，得到物件的人都会变成超能力者。比如时间的钥匙，就是能把任何带锁的门都变成穿越空间的任意门。这些获得超能力的人，原来开始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行侠仗义，也有人成了恃强凌弱、为祸一方的坏种。在顿定的争夺博弈之后，超能力者们逐渐形成了两大流派，一方被称为联盟，主张收集并封存物件，让他们不再为祸人间。这位叫小树的大妹子就是联盟的成员。另一个流派那肯定是部落呀。另一个流派没有名字，只知道 logo 是个三足乌，主打一个跟联盟背道而驰。如今小树又是伪装又是下药，为了就是带走时间手里的钥匙，封存进联盟的藏宝库。他之所以能够变成大姐的模样，肯定也是用了物件。至于他为什么能找到时间，这里咱们得倒数一段。就在开篇，时间跟大姐斗嘴之前，时间楼下的地库里发生了一场大战。彼时，数位西装大汉围攻一个眼镜男，论战斗力，眼镜男根本不是对手。但此人手握一张老照片，只要轻轻一挥，就能把对方装进照片，随后再一甩，又可以把照片里的人丢出老远。毫无疑问，这张照片应该也是误解。可毕竟西装大汉人多势众，双拳难敌好多手的眼镜男，随着被大汉抓住空档，封进了照片。而时间捡到的钥匙，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掉进了下水道。这场打斗以及后面时间捡钥匙的画面，正好被监控拍到，随后又被追踪物件的联盟黑客截获，这才派出小树乔装打扮来抢夺钥匙。不要问这么大的动静，有这么离奇的画面，为什么没有惊动看地库的保安？问就是算了，过场剧情，不要在意那么多细节。小树告诉时间，联盟能得到这份监控，率先出手的三足乌肯定也已经盯上他了。为了保住钥匙和时间的身家性命，不如把钥匙交给联盟保管。时间却不以为然，你说给就给，你得先回答我几个问题。每个物件都这么神奇，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世界上有多少物件？现在物件民国时就出现了，为什么将近100年的历史上都没有留下一点蛛丝马迹？小树表示，谁得了法宝会主动示人。听了这话，时间犹如踩了电门。有没有什么是可以控制水的？如果树与溺死一案不能用科学解释，有没有可能跟这些物件有关？想到这里，时间加紧逼问小树，可惜小树一问三不知。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再来说说这段故事的始作俑者，也就是那个弄丢钥匙的眼镜男。前面袭他的那群人，就是来自三足乌的打手。大背头不打不骂，而是先通缉队友，以求震慑俘虏。顺便也给观众强调一下纪律：低等级的三足乌成员似乎不能随意使用物件，哪怕是用来自卫或者抓捕敌人。眼镜男一看这位大背头也不是好惹的主，但他还是决定再抗争一把。首先，钥匙丢了这件事并非眼镜男有意为之，而是因为钥匙不能被收进照片。他被照片捕获之后，钥匙就掉进了下水道。其次，钥匙虽然丢了，但眼镜男在上面装了 GPS 定位，只要范围在100公里之内，都能锁定钥匙的位置。通过眼镜男的搜索，大背头带着他以及一票小弟成功撬开了时间办公室的大门。大背头环视四周，却并没有马上下手开翻。他先掏出一套老式相机，对着办公室拍了张照片，随后才招呼小弟走一下入室抢劫的标准流程。
不过钥匙目前在时间身上，大背头不可能搜到。看着一地的烂摊子，大背头掏出相机，对着办公室又按了一次快门。原来大背头手上的相机也是物件，功能是定格和恢复空间，只要提前拍照留底，就能让照片里的环境复原。接着回来说时间，既然小树能变成大姐，应该也是依靠了物件的力量。那小树的变身道具是什么呢？时间开始研究小树随身携带的东西，小树突然掘开手机壳，露出暗藏的玄机。干嘛呀？看来审讯不能小火慢炖，必须抓紧时间大火收汁。于是实验直接把小树拽到了悬崖边，一件一件扔小树的东西。刚开始小树还一脸无所谓，等时间抓起一瓶雪花膏的时候，小树绷不住了。看来物件就是这瓶雪花膏。雪花膏距今都100多年了，怎么还一直用不完呢？一旁的真小树满脸嫌弃的开始科普，涂上雪花膏就可以变成任何想变成的人，这物件不能被毁坏，也不会被消耗掉，用了多少就会补充多少。不过用雪花膏变身，每次只能维持3分钟。得到雪花膏的使用说明之后，时间马上一手过河拆桥，从山崖木屋开着一门回到了公司，把小树丢在了原地。时间刚回到公司，就总感觉哪里怪怪的。墙上的挂钟显示时间是1点17分，可柜子上的小座钟时间却刚到12点30。这里其实就是大背头的疏忽，相机只能恢复镜头内拍到的东西，挂钟在大背头身后，所以会正常运行，而座钟则被一键重置。这一来一回，2块表就差出了45分钟。再抬头看，门外已经冲进来一群大汉，想不到三足屋竟然杀了个回马枪，2道门都被堵了。时间灵机一动，想不到大背头身上竟然还有一个能隔空取物的物件。几个打手直接上手翻走了实验的钥匙，钥匙到手，大背头又隔空抓过一把手枪。时间本以为老哥要杀人灭口，结果他只是对着钥匙来了一发，确认这是无法被破坏的物件，随后拽着钥匙上的定位器，带着小弟们扬长而去。眼镜男本想跟着走，却被打手一脚踹翻。时间看着眼镜男又急又气，冲上去就是一拳一脚。正在2人扭打的时候，又一群黑衣人冲了进来。前面不是说过时间欠了陆平公司的高利贷吗？这会儿上门催债的来了，眼瞅着陆平就要动手，时间赶紧表示自己已经找到舒雨遇害的线索了，现在需要陆平的帮助。陆平打出一套一眼假的军体拳，时间应声倒地。配着大哥一看连血都没见，打得也不过瘾啊，没想到陆平脸色一变。陆平倒戈相向，配着大哥立马招呼手下要跟陆平比划比划。陆平有3手绝活，其一极强的武艺，打谁都是3拳2脚；其二极强的计算能力，可以一瞬间算出对手的攻击角度，并做出防守判断；其三极强的动态视力和听力，一眼发现对手破绽，随后一招导致 KO。面对这种吕元芳在世的纯挂逼，几个臭衣烂虾肯定不是个。打退讨债大哥之后，时间和陆平开始合计，舒雨的死很可能跟物件有关。如今联盟和三足屋正在抢夺物件，只要咬住这条线索，说不定就能破解1年前的密室溺水案。但是因为被这个名叫小龟的眼镜男出卖，时间到手的物件丢了，线索可能就此中断，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夺回物件。可大背头已经走了，就算想夺宝，也得先知道他们在哪儿。时间突然想到，小龟不是从三足屋的基地来的吗？他肯定知道该怎么走。结果一问才知道，小龟是蒙着眼去的，根本就看不到路。但凭着记忆，他还是能想到一些线索细节，比如他们上车后5分钟上了高架，随后就传来一股特别大的恶臭。又过了10分钟，他们经过铁路，小龟判断当然应该路过复兴路电厂。陆平看了一眼地图，如果按照正常车速，从办公室到复兴路大概只需要25分钟。但现在这群人已经走了半个小时，说不定大背头都已经回基地了。听到陆平的分析，时间泄了一口气，如果现在钥匙还在，只要打开这一门，就能半路劫了他们的车。一旁的小龟疯狂吐槽，首先钥匙虽然能开各种门，但亲测唯独开不了车门。其次咱们的目的不就是要抢钥匙吗？这钥匙在手了也不用去了。时间听了更来气了，你这货嘴这么臭，这辈子指定没少挨打。等会儿臭！时间突然想起来，前段时间他们见了那起药厂排污案，起因就是有居民闻到了恶臭味。小龟闻到了恶臭，说明他们很可能路过药厂附近，而从药厂一路往东走，还有一座华强路电厂，那里也有铁路。按照时间给出的路线，陆平迅速重新计算时间，即便路上畅通无阻，大背头的车也就刚上华强路。不过除非华强路是出现大规模堵车，否则他们还是很难堵到大背头的车队。但华强路的路况极佳，他们根本没机会。小龟迅速打开电脑，发挥自己的黑客特长，开进城市交通监控系统，随后找到一台即将下高架的能远程操控的智能汽车，果断黑进汽车的操控系统，逼停这台车，引发了后车追尾。华强路高架马上堵成了早高峰，等桥头的事故处理完，最起码也得半个小时。时间和陆平马上准备出击，小龟却心生胆怯。大背头不仅人多势众，又有枪和隔空取物的黑手套，跟他们硬碰硬就是送死。3人正掰扯的时候，被丢在海边的小树竟然回来了。至于他是怎么回来的，咱们稍后再揭晓。小树一来就开始质问自己的雪花膏呢。时间表示他们刚被大背头洗劫一通，钥匙被抢走了，雪花膏自然也难以幸免。一听这个，小树赶紧打电话摇人，时间却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做个交易怎么样？
想到只有时间他们见过大背头，知道钥匙的去向，小树也只能选择和他们联手。等电梯的空档，3个人开始思考对策。这趟行动最大的障碍就是手套，要是抢不来，就退而求其次，想想手套有啥弱点可以利用。可想来想去，这玩意儿全是优点。有时候优点也就是弱点。石剑骑上小摩托准备出发，小辉见状赶紧抢下后座，生怕一会儿要腿着去现场。现在知道为什么短短几个小时，小树就能从几百公里外赶回市区了吧？人家有超能力。他用手机壳的打火机脱困以后，直接呼叫了一台法拉利，2路人马迅速出击。石剑的小绵羊走小路，小树的法拉利走大路，一起包抄大背头。说回大背头这边，跟实验的判断一样，抢劫得手的他把物件全部放进了特制的保险箱，本想快马加鞭赶回老巢，不想半道被堵在了高架上，只能闷在车里捋头发玩。不过这里也给到了一个新信息：3组屋虽然看起来像一群土匪，但在物件的使用上，他们也有非常严格的约束，像刚强调的钥匙和照片，即便是大背头这样的高级干部，在未得到授权之前，也不能随意使用。这就是他们还要开车运货的原因。等时间的小绵羊率先上桥，正赶上保险公司处理完事故，为了让路继续堵着，大背头见前边又出事故，派手下去探查。时间趁机用雪花膏变成手下模样，趁大背头不备抢走了手套。时间被群殴，雪花膏也被打掉，还好陆平和小树赶到，小树捡起了雪花膏，这才知道雪花膏根本没被抢走。之前时间骗他说被抢走了，纯粹是为了拉他下水。既然上了贼船，也只能打完再算账。论近战，普通喽啰在陆平手下基本冲不过一招。论远程输出，有个小哥刚想拔枪，却被小树用手机壳射出的麻醉针麻晕了。这手机壳的科技水平，毛利小五郎都得喊要挟。可要是大背头出手，就很难对付了。只见他那带着扳指的手一挥，就把陆平打飞，差点掉到桥下。看来物件不是手套，而是扳指。等时间把陆平救上来，小树不知去向。对手也兵分2路，一路大背头带着一个保险箱和一个手下，走到车祸源头，趁事故车主和小龟掰扯之时，把人家的车直接开走了。另一路则是2个小喽啰带着一个箱子，用绳索降到高架桥下，这难不住陆平，人家用跑酷甩开留在桥上的喽啰，然后燕双鹰来了也得服啊！这一路的2个小喽啰，一个被突然杀出的小龟闷倒，另一个这个运动轨迹，哪位大神给做个数理分析出来？陆平追到的箱子里是一个长方体金属块，看来真正的物件在大背头那一路。话说大背头坐上车没走多远，就发现路线不对，随后便遭到了司机的袭击。原来刚才小树车辆抹上雪花膏，冒充了大背头的手下，只可惜对方有防备，麻醉针和电击都没能奏效。小树被打下车后躲起来，以防雪花膏被抢。正好时间也骑着小绵羊赶来。现在的形势，时间和小树铁了心要抢箱子，可惜不是对手。大背头知道有变身物件的存在，也铁了心要抢雪花膏。他虽然能打，但对面人多心眼多。就比如他明明已经打晕了时间，拿到了雪花膏，然后大背头挣扎着睁眼，看着发型被毁，气坏了，掐起时间举高高。小周子捡起雪花膏，躲在掩体后边，看时间快被掐死了，他再站出来把雪花膏踢出去，要拿物件换时间一条命。原来刚才被大背头甩来甩去的时候，小树无意间碰到了小绵羊的排气管，手被烫伤，于是他举一反三，拿自己的高科技手机壳加了雪花膏。因为物件不能被破坏，火烤不能改变其外表，所以离得远也完全看不出来。这是扳指隔空操作的优点，也就变成了缺点。大背头的手被烫伤，没法操作。时间和小树趁乱进攻，将其电晕，彻底结束战斗。小树和时间相视一笑，追击打手的陆平和小龟也带了一块缴获的金属块凯旋归来。战斗结束，众人回到时间的办公室，对着缴获的箱子和金属块面面相觑。箱子该怎么打开不知道，那个金属块是什么不清楚。即便箱子打开了，连同扳指在内的物件该怎么分也是个大问题。作为联盟的外派人员，小树决定先给联盟去个电话。一旁的小龟则鬼鬼祟祟地打开投影电脑，记录下扳指和相机2个物件的特性，并且标注为26号和27号。看来此功也不简单。陆平在研究倒数的扳指，时间则继续琢磨舒宇的死因。正在4人各怀心思的时候，他们还没发现箱子里其实藏着一颗微型摄像头。摄像头的对面竟然是3组物的基地。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箱子里除了有摄像头，还有一颗只有3秒倒计时的遥控自毁炸弹。现在物件已经丢失，3组物的监控员请示是否启动炸弹，反正物件也炸不坏。而旁边一位装到齐侧的小头目鬼哥看着桌上的炸弹按钮，陷入了沉思。那么鬼哥是否会启动炸弹？已经暴露的主角团命运又将何去何从？且听偏偏我下回分解。
那么以上就是异物志第1章大风起的故事，对应了本剧的前3集。记得1年前我看完头3集挖坑的时候说过，异物志作为一部6年前制作的作品，在经费特效方面非常吃亏，包括英雄调度、语言演技等方面，放到现在的影视市场也不算特别出色。比如陆平略显干瘪的台词功底，大背头过于浮夸的动作打斗，但是要论起讲故事，幽硬可以说是从来没有怕过谁。首先是作为本作的核心元素，基于中国传统神话中法宝概念引申出的物件，其中既有像《西游记》那种基于神话创造出的道具，也有类似美剧《神探号仓库》那种中间夹带各种拱的新东西。但每个物件的功能、出现的原因以及背后的故事和因为物件发生的战斗、探案等等，却并没有完全导向这些经典作品，而是重新规划，做到自圆其说，并实时进行格调拔高。总有人会纠结于致敬和抄袭的区别，其实很简单，如果整个故事照搬，那就是抄袭；但如果只是单纯借鉴设定，那就是致敬。提到超能力道具，其实来来回回也就是那么几种，不能因为四娃和红孩儿都会喷火，你就说葫芦娃抄袭《西游记》。说到这里，咱们不妨总结一下本期视频里都出现了哪些物件。第一件，钥匙，相当于哆啦 A 梦里的任意门，只要在心中想象出地点，目的地又有一扇带钥匙孔的门就可以，不过车门开不了。第二件，照片，可以把人封印到照片里。《封神演义》里有许多类似的法宝，不过人身上携带的物件无法一同封印。另外，似乎一次只能封印1个人。第三件，雪花膏，易容术，类似于《X 战警》里的模型女，不过一次只能维持3分钟。第四件，相机，可以将场景复原到拍下照片时的那一刻，类似于局部空间的时光倒流魔法，有点像奇异博士的实验宝石。第五件，扳指，可以隔空取物，并增大使用者的力量。这种超能力就更多见了。根据小龟的记录编号，我们可以知道，至少还有20多个物件没有亮相，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此外，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哪个物件，或者说想获得哪种超能力，也可以在弹幕上刷一波。其实，在第1集的开头，还有一段剧情我没有提，那就是异物志发生的所有故事都出自漫画家的笔下。一个叫小龟的漫画家想要创造一部中国元素的超能力作品，和漫威啊、DC 啊区别开，创造咱们自己的超级英雄。彼时他正处在创作瓶颈中，正好看到《西游记》里孙悟空被收进紫金红葫芦一节，顿时来了灵感。既然市场上超级英雄的故事已经烂了大街，那我就写超能力法宝，比如台灯、眼镜、玉如意、扳指、雪花膏什么的。他把自己和舍友时间的名字都融入故事里，创造了一个奇幻平行世界。这个平行世界便是异物志的世界，这里的宋州便是故事发生的城市。这种前情提要式的设计，就是为了告诉观众，本剧纯属虚构，当然也方便过审。这个开头让我想到了庆余年，17年异物志杀青，18年庆余年才立项，如今庆余年第2季都开机了，更别提千呼万唤的《白夜追凶2》都开拍了，但异物志的第2季依然没影。详细解说《灵魂摆渡》第3季的时候，背景大屏幕里出现的那句"下一季正在招商"，真的不胜唏嘘。希望这些投资人们能多给这些小制作的网剧一个机会。异物志的主线剧情虽然偏向单元剧设定，但居然埋了一大堆彩蛋和伏笔，其中既有对毛片的致敬，也有大量现在看来啥都不是的元素，在未来某一集突然成为破局的关键。有些伏笔的设置甚至可以横跨2到3章，这种有趣的情节排布加大了剧本的信息量，也大大增强了本作的可看性，让观众忍不住反复观看。此外，异物志也有很多命相元素，尤其喜欢致敬星爷的电影。举2个例子：时间在公园和老头下象棋的同时，还和另外一桌人玩斗地主，致敬了《千王之王2000》里的黄狮虎，同时玩麻将和扑克。还有大背头让手下帮自己嘟耳朵这一幕，明显是在致敬国产007里的桥段。当然，今天解说的前3集还只是个开篇，偏向于介绍设定，真正的大戏还没开场，许多精彩故事才刚刚埋下伏笔。比如淑仪的死是不是和物件有关，还有哪些共同奇妙的物件？陆平和时间作为少年班的天才，为什么混得一个比一个惨？这少年班究竟是干嘛的？小说一个有钱人每天打打杀杀，图个啥？小龟身上的物件又是哪来的？物件真的和外星人有关吗？联盟和3组屋哪个是正，哪个是邪？这些问题我只能说坑很深，瓜很大，有些坑深到填都填不满。大家不要心急，随着时间、陆平、小猪、小龟这4个人成团，更多精彩剧情也将拉开大幕，而且越往后越精彩。如果小伙伴们想看我继续往下干，就动动小手来个3连，也带着我们一起来拉高这部剧的热度，为异物志第2季的催生添砖加瓦。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吧，咱们下期再见，拜了个拜。超越频道会员不仅可以抢先观看超越频道中1%的审片人，还可以观看到无删减的影片，以及以往累计几十部长达几十个小时的会员影片。赶紧加入片片的频道会员吧。